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股市咖啡屋。今天是2022年的12月14日，星期三。我们做一下盘后分析。上周末自己不幸中招，阳了，之后发烧、喉咙疼，所以本周一的视频就没有出。也非常感谢很多会员给提供了很多好的一些恢复嗓子的一些方法，在这里先谢谢大家。今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142点，下跌0.42%。纳斯达克下跌0.76%，标普500下跌0.61%。今天尽管跌幅不是很大，但是盘中的振幅还是相当的大，尤其是2点钟以后利息会议出来以后，震荡幅度还是非常的大。那么我们回到盘面来看一下，在上周五的视频就跟大家聊过，目前这个行情出现大幅下跌的这种概率不是很大。现在无论是道指也好，纳斯达克也好，还是标普500，像这样震荡整理的走势是大于这样大幅直接下挫的走势的。因为从目前走势来看，现在下方的支撑的力道都是非常的强。那么只不过是现在从道琼斯指数来看，它现在的压力就是这一个年线。那么年线现在的扣底位，我们看一下，年线的扣底位还有大概2-3天以后，就将近有1个月的时间，年线的压力会逐渐的减轻。但是我们从指标上来看，大家看指标上来看，现在还是在调整过程当中，所以现在这个行情我没有把它当成是一个下跌的开始，我只是把它当成一个上涨以后的一次回调整理，或者是说现在它不是一个攻击的形态，而是一个整理的形态。那么既然是整理的形态，我就一直跟我们的会员说，现在这个行情我们只要不做到见价追涨，我们的风险都不会很大。也就是说，当股票涨上去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要去卖，而当股票拉下来的时候，打下来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找机会进场。我还是这个思维。这是道琼斯指数。我们再看一下标普500，标普500的走势其实走的还算不错。它现在大家看一下，标普500的5日、10日、20日全部纠结在一起，那么它上方又有压力，这里还有下降趋势线，所以上涨的压力也很大。但是我们再看它的季均线的扣底，包括半年线的扣底，对于目前来说的股价来说都是支撑，所以说下方的支撑也有，上方的压力重重。标普500现在也就是这样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，所以现在这个行情我仍旧是在看调整，没有说现在它就是一个上涨以后的一个下行开始，这个形态到现在还没有走出来。既然是这样的形态，股票涨上去了，那么我就不要追，打下来以后我再找机会进场。但是标普500我们要注意一点，现在的月均线支撑位大概在这里，股价也在这里，所以说月均线对于现在的股价来说是没有支撑的，也没有压力的。下个星期走完以后，月均线将会往上扣的时候，如果股价还是横在这个位阶的话，月均线将会有一定的压力了。那个时候我们要注意一点，在下个星期的时候，我仍旧是看它在这里震荡整理，底下如果成交量能出来，它就可以往上冲，攻击压力；如果没有量，它又会回踩。所以目前这个行情来看的话，还是原来的观点，这样整理的走势概率是大于直接下杀或者说直接上攻的走势。最后我们再看一下纳斯达克，纳斯达克现在还是在这一个箱型整理的区域，来到箱型整理的上沿，再次被打下来，现在又快来到了箱型整理的下沿，还是在这里震荡整理，仍旧是一个区间整理的格局。所以现在既然是区间整理的格局，我们只要不见价追涨。今天主要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观点，也就是说你的思路是什么，你的操作的方向就是什么。我们看一下道琼斯指数，如果你认为现在这个市场已经来到了高位，后面肯定是走一个下降趋势，如果你的主导思想是这样的话，只要股价一涨上去，你想到的第一个就是做空。如果你认为现在这个市场它就是这样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，打到了下面的时候我要找机会去进场，涨到上面的时候我要找机会去卖，它是一个区间整理的一个走势。如果认为是这样一个区间整理的走势，那么下来以后我是不杀的，涨上去以后我是不追的。如果你认为现在是一个上涨趋势，既然是上涨趋势，涨高了我不追，但是下来以后打下来以后，我一定是找机会去进场。进场以后，只要不破前低，那么我就会持股续报。我无论你涨到哪里，我都是不会卖的，只要不破前低，那我就持股续报。所以
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，很多人认为现在它就是要走空了，也就是说，现在道琼斯指数也好，纳斯达克也好，包括标普500，认为到目前为止，现在就是高点了，越往上涨是越要做空的。只要它往上涨，第一想法就是要做空。但是我想讲的观点是，现在这个行情它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行情。既然是震荡整理的行情，那么涨了我不追，下来以后不割，我就算要走人，我也要是等它涨上去以后再走人。所以现在从指数上来看，我认为是一个震荡整理的走势。但是不同的个股是不同的走势，因为指数现在不会出现一个持续下挫的这种格局，也不会出现一个持续上涨的一个格局。换言之，那么指数它就是在一个整理的过程当中，只要指数不出现大涨大跌，我还是那句话，个股就是比较好操作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回到个股的形态上具体去分析。那么我们还是回到个股来看一下。我们先看一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是 BMRN。这档股票是我们个会员问的，他问这档股票该怎么办，要不要卖？像这样走势的股票全是一个强势形态。那么从目前走势来看，它的 KD 是在顶背离过程当中，但是并没有形成顶背离。什么时候要形成顶背离，就看它这里什么时候出现死叉。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，它在这里已经来到了80以上。既然来到80以上，它就是一个加速上涨的行情。两种方式，一种就是等 KD 跌破了80，你在这里就减仓，要么就是守这个10日均线，跌破10日均线。但是像这样的股票追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它的技术面上面它已经出现了瑕疵。但是这样的股票拿在手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市场昨天和今天都是出现比较大的回调，那么它也是继续的上涨，没有任何的问题。所以像这样走势的股票拿在手上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追是没有必要的，因为它在技术上已经有瑕疵了。KD 在这里它已经有顶背离的可能了，但是它没有形成顶背离。怎样化解顶背离？一定要底下出量，成交量要出来，它就能化解顶背离。一旦马上缩量缩得很明显的话，顶背离就有可能出现。顶背离出现 ，KD 在跌破80，那你先减仓走人，要么就是它跌破了这个10日均线。这两种方式哪个先到，以哪个为准。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档股票是 DA 一档中概股。那么中概股这段时间的涨幅也是比较大，它不仅涨幅比较大，而且它的每天的振幅也是非常大。所以像这样的股票呢，怎么说呢？形态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，但是它的压力就是这个连线。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压力就是这个连线的压力。连线的压力能不能过，关键是要看它有没有成交量。如果有成交量，它就能站上连线。连线的扣底位的成交量，大家看一下，在这里是这么大。现在的这个成交量，只要能持续的增量，站上连线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你让我去追它，那我也是不敢。就算想买，我也要会它拉回的时候去买。尤其是中概股这段时间的震荡幅度是非常的大，每来到压力位的时候，大家看，每来到压力位，它都会有一次拉回。来到压力位的时候都会有次压回，除非这些压力位已经变成了支撑的时候可以忽略，但是这个连线的压力还没有完全消除，这个时候手上有的可以拉，如果想进场的话，还是最好等它再次回踩的时候再进场比较安全。这张股票我所想表达的意思是什么？从指标上来看没有什么问题，但是面临的压力是这个连线的压力，连线压力能不能过，并不是说下降趋势中的连线它的股价是站不上去的。下降趋势中的连线，以空间换时间的话，最主要就是它要有量，它这个量必须要比它的扣底量要大，它就可以站上下压的均线。这一点大家在看盘的时候要注意。也就是说，像这种形态的股票，只要有增量，连线压力就不是个事儿。就像我前段时间说的，任何下降趋势中的均线，只要出量都不是个事儿。我们再看下一档股票，大家看一下这档股票，这档股票是 TEVA。那么从 TEVA 走势来看，现在所有的均线全部纠结在一起，无论是长周期、短周期都纠结在一起。短周期均线形成支撑，季均线也是支撑，半年线也是支撑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形态？但是它现在来到哪里？来到前期这一个高点。最主要的一点，它现在上方还有一条比较强的压力，那就是2连线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就来到2连线的位阶，我们把图形缩小。2连线的扣底位在这里，
还有大概7、8个交易日，2连线是马上持续扣高位，这样走势的股票，我现在是绝对我是不会追的。把图形放大，这张股票如果手中有，还可以拿一拿，它只要底下稍微有点增量，可以站上这个2连线，但是我绝对是不会追的。价格是在9块3毛9，下方其他短周期均线的价格都是在8块7、8块6毛8、8块7，也就是8块6左右，这一段的空间还是有的。也就是说，像这样的股票涨到这里了，如果我手中有，要么我实股续报，一旦技术面出现瑕疵，比如说像现在 KD 的开口这么大，而且 Z 值来到100，那我先可以考虑先走一趟。如果我想进场，我拉回的时候我再进场，我就做这一个5%、8%的这个小区间，还是会有一个比较长时间的一个整理。所以我们看盘的时候一定要看仔细了。那么从它现在走势来看， MACD 已经形成了金叉，那么 MACD 形成金叉就说明它现在已经开始由空头慢慢的转向了多头，并且 MACD 也快到零轴之上了。但是现在的 KD 开口又过大，所以我就算想进场的话，由于上方又有压力，我也要等它拉回的时候再说。我们再看一下另外一张股票，这张股票是 ES， 也是我们会员问的，他问这张股票现在要不要卖，大家看一下要不要卖。从 K 线形态看相当的难看，那么我们从均线角度看，把图形缩小，它现在的股价已经站上了所有的均线，那么既然站上所有的均线，季均线马上没有压力，半年线没有压力，年线压力开始减轻，年线压力开始减轻。那么好，既然所有的均线都已经开始逐渐的减压，好，那么均线对于它的压力就会逐渐的减少。那么我们就看它的形态了，我们图形放大，它现在就是沿着这样一个10日均攻法，大家看，沿着10日均线在走。那么沿着10日均线在走的话，无论现在形态再怎么难看，我也拿在手上，因为它形态上没有走坏。现在 MACD 是多头， KD 现在已经结束钝化了，也就是说现在已经有调整的可能，但是 MACD 是多头情况下 KD 死叉，它是短期调整。那么既然是短期调整，那么我就要看现在它是沿着10日均线在走，10日进攻法，那么10日均线我坏掉了，那我就低仓走人，等它回踩20日均线。手中有股票我就拿着，现在这个形态有没有做头的可能？有做头的可能，指标也开始走弱，这个时候我们要做好准备。这个准备不是说是让你马上就要去卖，而是等它形态走出来了，当它跌破10日均线的时候，及时先离场。讲到这个 ES 股票，我就想到了前2天也和大家讲过的辉瑞，大家看一下，这种沿着10日均线在走的强势的股票，大家看，它只要没有有效的跌破10日均线， K 线形态再难看的时候，你不要怕，它形态没有走坏，它就会往上涨，好，我们把图形放大点再看一下。所以说像这样沿着10日均线在涨的这种走势的股票，我们不能看到单一的 K 线你就被吓出来，我们一定要根据它的这个趋势在做，趋势一旦破了，那就要走人，我们在最后看一下特斯拉，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特斯拉的走势，特斯拉这里是一次底背离，大家看，这里是一次底背离，现在是2次背离， MACD 是2次背离，2次背离有没有成型？2次背离到目前为止2次背离还没有成型，什么时候要2次背离成型？就是等这个 MACD 再次金叉的时候，这里 MACD 再次金叉的时候，这个金叉点不能比这个金叉点要低，也就是说如果 MACD 的金叉点变成了这样，在这里金叉了，它的金叉点在这里，而前期的低点在这里的话，那么它就没有形成2次底背离了。这一点我们要看盘的时候要注意，现在是在 MACD 2次背离的过程当中，还没有真正的形成2次背离，所以我们现在可以关注它的走势，因为有背离它就有转折，尤其是2次背离的时候，转折力道会更大。这是从 MACD 来看，那么我们从 KDJ 来看， KDJ 的 K 值大家看现在已经达到了12，明天惯性 KDJ 的 K 值就会来到9，也就是说明天惯性 KDJ 的 K 值就会来到10以下，所以现在这个位阶从我角度来看基本上已经是差不多了。而且大家注意看它的这个季乖离，今天的季乖离已经达到了-26，月乖离达到了-12，那么月乖离目前来说偏差不是很大，但是季乖离的偏差是非常的大，大家看一下
这里出现一次反弹的时候，大家看当时的季乖离是29，在这里出现一次反弹的时候，季乖离是达到22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它的1N1轨道线，再次达到了1N1轨道线的下轨。那么来到下轨的时候，它都会有一次反弹，来到下轨的时候都会有一次反弹，达到下轨的时候都会有一次反弹。特斯拉现在这个走势，我们就等它这里 MACD 出现底背离的走势，底背离出现以后一定会有一个反弹。那么现在再耐心的等待一下。那么我再给大家看一下以前跟大家说过的贵州茅台，大家看一下，贵州茅台市值是最大的一档股票，大家看打到下轨的时候，当时它的季乖离也是25，也是达到了负的25。它当时的走势，大家看 MACD 的走势还没有特斯拉的走势走得好，但是我们等什么时候？我们只要等它出现一个转折信号给我们，因为贵州茅台它是有一根 K 线放量的一根 K 线结束了这一次的下跌，走出了一个底部。特斯拉，我们再回到特斯拉来看，从 KD 的走势来看，特斯拉和贵州茅台很像，但是 MACD 的走势它有底部的结构，特斯拉要么是 MACD 形成底背离，我认为它有底部结构，要么就像贵州茅台一样，它也收出一根带量的实体的阳线，我也认为这里有底部结构，否则的话我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。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最后总结一下，从目前走势来看，我认为现在调整还是没有结束，但是并不会出现一个大幅下挫的这种走势。如果认为现在就是一个空头市场，这波反弹就会结束了，那么你一定会见到一涨上去你就会做空。我认为这样的操作思路目前来看还是不是很稳妥。那么在个股操作上还是要根据自己手中的股票的形态去分析。就像这2天我一直在留言帖跟我们会员交流的时候说的，趋势下行的股票该跑还是要跑，上方有重压的股票该减仓还是要减仓，没有底部结构的股票不进场还是不进场，趋势向好的股票回撤到支撑位我该买还是要买。因为从大盘的走势来看，我目前还看不出大盘有下行的风险。既然大盘短期没有下行的风险，个股上我们只要不做到贱价追涨，风险都是可控的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最后祝大家明天交易顺利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